嗨，我是 NONO。今天呢，我就想讲一下，在2021年在海南买房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选择？因为最近呢，我在海南万宁远程工作，然后遇到很多在那边购置房产的小伙伴们，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来自比较寒冷的东北。那我也有一点心动，因为毕竟那个地方特别漂亮。但是呢，购置房产这毕竟不是一个非常小的资金，所以呢，我一直在想，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？毕竟打开窗能有椰林碧海，还是非常浪漫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来讲一讲我的分析是怎么样。首先呢，我就想讲一下外地人在海南买房到底是有什么政策。你们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具体的这些政策，但是我讲一个大概，这样你们看我视频的时候有一个大概的了解。首先呢，是每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房产。第二个呢是70%的首付，第三个呢就是说根据你想买地区的不同，有1类和2类城市，那你需要有2到5年的这个个税证明或者是社保缴纳的证明，这样你才可以购房。当然了，你看到这儿肯定会觉得说，怎么如果我带1捆现金去，难道我还买不了海南的这个房子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因为那边呢，它的房产公司它会帮你找一些人力资源公司，会帮你代缴个税，所以这个一般不是问题。再加上我们现在买的都是期房，所以说等到你真的入住的时候，你应该是可以顺利的拿到你的这个房产证的。还有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最后一个政策呢，就是5年之内你是不得交易转让的，也就是说你得持房5年，你才可以去做这个2次的买卖。那接下来赶紧跟着我去看房吧。我们今天要看一下万宁的房价，然后我们现在去华润石梅湾看一下售楼中心。整体我们的这个小区住宅开发的话是分为8期，都是在湾区的东半部分。有8期，对，一共8期。那你们现在是几期？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到第5期了。第5期。对，在售的话有2期的小别墅，还有5期的高层住宅。您是主要想了解别墅。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呢，就是华润石梅湾9里的整个构造图。整个地形是3面环山，1面临海。在屏幕下方是华润投资的游艇会。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小的岛屿呢，就是非常有名的佳景岛，适合浮潜。现在我们的销售刘冰姐小姐呢，她就已经在8楼等我们啦，我们就看一下5期的高层，然后顺便问一下售价，应该是在200万左右，2室2厅2卫，200万人民币买一个在海边的高层，看看值不值得。108平3房2卫。108平。对。装修就是一模一样的是吧？一模一样的装修，没有软装。这个朝向的话，就是这一户是朝东，稍微偏南一些，然后其他几户是朝正南向的。正南向是他们正南。然后一个卧室，2个卧室。这个户型因为不看海，然后我们做了特价促销，单价比较低，在17000到19000。在这里。就同样的楼层的话，看海的要会很多。要多少钱？比如说8层，它
它那个看海的，我们对门的那一间的话，就在2.3万左右。哦。对，这一个就在这个是3房，还有。对。房子倒蛮那个的。那楼层区别有多大？比如说这间是8层，在上面最高是几层啊？18层。这个户型的层差比较小，可能1层也就差个1万块钱总价。但是其他户型的1层能差个10万块钱，就为什么？差10万。海景的就是比较贵，这个就没有海景。我们现在看第2个楼盘呢，就是石梅春树，它在这个高速边上。我们看一下它的。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呢，就是石梅春树的社区了。它是以中式别墅为主，被高层环绕。那它的地理位置呢，是一面环山，在海南环岛高速公路的边上，也就是不临海。它的位置大概是在石梅湾出口，离石梅湾大约有1公里的路程。我们在石梅春树看的这套样板房呢，是他们最小户型的中式别墅，有2层，建筑面积呢是在70多平米左右，也就是房产证上是70多平米左右。它是2室2厅2卫的一个小型的别墅，总价呢是在205万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到了石梅春树这个别墅最小户型的2楼。它2楼呢是2个套房，所以也没有主次之分，所以每一个卧室它都佩戴自己的一个卫生间，然后每一个卧室都有巨大的阳台。但是呢，阳台望出去就没有椰林碧海了，只有这个一条非常枯燥的高速公路。所以我们经常说，海景和性价比真的是难两全。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完房了，我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想知道应该怎么样分析刚才2套房到底是值不值得投资呢？那么首先对于我来说，我肯定想先明确我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目的在海南投资这个房产。比如说如果你是以养老自住为目的的话，那么毕竟海南这个房子是一个稀缺资源，你也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南省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，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一下 by the way。然后呢，海南治安也非常好，所以很多人会选择自住或者是给长辈养老。那么我觉得如果你资金充足的话，你又看好这个海南的房市，那你就可以下手了，赶紧下手，还是很漂亮的那个房子。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偶尔自住，然后平时的时间是作为民宿出租的话呢，那这个就属于度假型投资。那我只看2点，第一点呢就是看我有没有正的现金流。我们先来看一个算术，目前呢乐观的来讲，万宁的住宿率是在40%，一年365天乘以40%，每晚的房价呢是在400人民币左右。但是呢，如果你选择物业托管，那就是55分成，这是华润石梅湾的这个物业它的一个收取费用，那也就是365天乘以40%乘以200人民币，那你的收益就等于29200人民币。
那这个收益呢，对于我看的这个房子的总价180万人民币左右，还不够 cover 我的这个通货膨胀和这个物业费，因为物业费是在每平米4.5块，也就是100平米大概是5400人民币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现金流这一点不是非常吸引人了。然后第二点呢，我就会看我是否看涨这个房产。总体来说呢，个人观点，这个只是限于我个人的观点。由于海南2025年有一个自贸港，我还是看涨海南的房产的，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稀缺资源，之前我也说到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会涨，但是呢，这个涨幅不大。按照历年的看来呢，它涨幅大概只在5%左右。那既然我们讲到了一个年回报率的问题，我就想讲我第二个有一点担忧的问题了，就是说我如果在万宁买房了，那我自持5年以后容不容易出手这个房子？就我的观点来看，目前万宁还不是非常的商业化，所以有非常多的地产商还在那边造很多期房。就拿这个我比较心动的华润集团来说吧，它在石梅湾就有8期房子，那我看的就是5期的交房是在2022年的8月，也就是说呢，后面还有6期、7期、8期，还有3期。所以说呢，当我在5年之后想要卖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房子的二手市场不一定会好，比较难出手，因为大家都是想买新房，而不会去买一个5期的二手房。所以我觉得二手市场来说的话呢，这个房子可能有价无市，比较难以出手。那最后我看的呢，就是一个持房成本的问题了。刚才我也提到了，这个华润石梅湾的物业费，它在每平米4.5块左右。那100平米的房子，它的物业费1年是在5400人民币。这个是一个你的持房成本之一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因为你在海南购房，你总是想近海，也就是说临近这个大海，那你就会有一个潮湿的问题。就拿万宁来说吧，它每年的冬天，因为我就是冬天去的，它就有一个寒潮，也就是说家里很多有些东西就容易发霉，家具也容易发霉。我住的 Airbnb 就有这个问题，它是石梅湾2期的房子，然后就在海边，所以它的洗手台就有很多发霉的问题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购置这个房产，你要不就请物业全托管来帮你把这个房子打扫一下，或者你就请专业的人来每周或者每1个月给你通风啊，给你打扫，那这又是一笔开销了。那小伙伴们听我说了这么多，那我就来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吧。如果你是属于自住养老型投资，而且你的资金又是比较宽裕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下手。因为我觉得毕竟有一套海岛的公寓或者房子也好，是每一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嘛。那如果你是属于度假型投资，也就是说和我一样的话，我觉得你需要慎重的考虑。就我刚才的分析来看，我个人目前比较偏向于不买房，因为我问了一下，如果你想去万宁旅游的话，长租每个月的月租也就2500人民币，而且时间还比较自由，而且房源非常的充足。而且作为度假型投资，你就有非常多的选择啦。除了海南，你还可以看东南亚的很多国家，比如说泰国啦、马来西亚，甚至是夏威夷，美国夏威夷也可以，那边的房子也非常漂亮。等到以后疫情过去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也可以带小伙伴们一起去看一下其他国家的海岛购房，看看那边的样板房是怎么样的。希望我们赶紧下一次在另外一个海岛相见吧，拜拜。